免油版的日式红豆包终于被我复刻出来了。这个面包不用油面，而且添加了汤种，吃起来会比一般的面包更加柔软。自己做的低糖红豆馅清甜不腻，新手也是可以一次成功的。100克的水，再加入20克的高筋面粉，搅拌均匀。开小火不停搅拌，煮至一个比较浓稠的状态。汤种放入冰箱冷藏2个小时呢就可以用了，也可以提前1晚做好放入冰箱冷藏过夜，这样做出来的面包会更加柔软。现在我们来做煮面团，糖、酵母、冷藏过的牛奶、冷藏过的鸡蛋液，搅拌均匀，把酵母化开，再加入高筋面粉或者是面包粉。我们做免油的面包尽量用好一点的面粉，这样做出来呢才会没有馒头味。再加入我们提前做好的一个汤种，混合至一个没有干粉的状态，加入提前软化好的一个黄油，还有盐，继续抓拌均匀。混好的面团是非常粘手的，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。如果这个时候面温已经接近24度，可以先放入冰箱的冷冻室冻10分钟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室水合1至4个小时。水合的时间越长，做出来的面包就越柔软。水合好的面团，我们手上沾一点水，把面团折叠出一个比较光滑的面就可以了。夏天放在室温下松弛30分钟，也可以放入烤箱32度松弛30分钟。面团没有发酵到2倍大也是没关系的。案板上撒一些干面粉防粘，面团的表面也撒一些干面粉，按压排气，把面团平均分成8等份，每一份的重量呢大约是63克。拍扁，光滑面朝下，折叠，反过来收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盖上保鲜膜或者是湿毛巾，松弛20分钟。豆沙馅是我上一期视频做好的，微甜不油腻，空口吃也很好吃。这个馅料太好了，隔了一天晚上还是很湿润。分成8个馅料，每个馅料的重量是30至40克，根据个人的口味调整。如果是自己做的馅料呢，我觉得放40克会更加饱满一些。我这个馅料是从冰箱的冷藏室拿出来的，一定要先回温，避免馅料的温度过低，影响面团发酵。松弛好的面团，我们从第一个开始操作，按压排气，反过来光滑面朝下，4边压扁，中间是厚一点的，包上馅料，轻轻往下压，利用苦口去把面团收拢。收口就像包包子的手法一样，一定要捏紧收口，预防在烘烤的过程中裂开。整形后进行第2次发酵，烤箱32至35度，发酵50至60分钟。旁边放一碗热水，增加湿度。鸡蛋液中加入少许的盐，混合均匀后再过一下筛，刷在发酵好的面团表面，这样上色会更加均匀好看。擀面杖沾一点鸡蛋液，再沾一点黑芝麻，沾在面包的表面做装饰。烤箱提前预热10分钟，烘烤的温度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。上色满意后呢，可以盖上锡纸防止烤糊。出炉后是满满的奶香味和红豆的香味，颜色特别均匀好看。还有一点温热的时候就要尽快密封保存起来，这样不容易发干。喜欢的小伙伴赶紧去试一下吧，等你们来交作业。今天在家做了一大盘的红豆馅，炒馅只用了5分钟，自己做没有添加剂，少糖少油，清爽不甜腻。这是一款水性的豆沙馅，可以做豆沙包、青团、汤圆、吐司的内馅都是可以的。红小豆我是提前1个晚上泡发的。泡豆子的水先把它倒掉，把红小豆倒入电饭锅，加入双倍高度的水，大约是1个手指折的高度。我按了2次煮饭键，煮了60分钟，中途30分钟打开看一下，不够水可以再加一些热水，煮至红豆软烂。煮好的红豆倒入不粘锅，先开中小火。我这里做的是双倍的量，加入55克的细砂糖或者红糖，翻炒至融化，中途不停的搅拌，防止糊底。喜欢奶香味的姐妹呢，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加入25克的奶粉，搅拌均匀，增加奶香味，再加入20克的麦芽糖浆或者是蜂蜜，起到保湿的作用，没有也可以不加。
水分开始收干，转小火，加入玉米油混合均匀，炒至豆沙变得浓稠。现在豆沙馅开始微微抱团，用刮刀翻拌一下，可以堆成一个小山的形状。豆沙馅就是炒好了，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分钟。还有一点微热的时候呢，就要及时密封保存起来。也可以在盒子里放入一层保鲜膜，放入豆沙馅，再盖上一层保鲜膜。这款豆沙馅是减糖减油版，所以相对的保存时间呢也会短一些。放入冰箱的冷藏室呢可以保存2至3天，放入冰箱的冷冻室呢保存期间会相对延长一些，但是也要尽快用完。这个是放凉后的做豆沙馅是刚刚好，不会很硬也不会很软，而且吃起来非常清爽不甜腻。